家里这个位置养花要慎重，不但花长不好，还影响家里的风水和气场。不同的植物习性和气场都不一样，摆放的位置也很有讲究，放在合适的位置，长得漂亮活得久，每天看到它们就有好心情。反之放在不恰当的位置，不但养着花就都死了，浪费钱不说，还影响家里的风水和气场。那么到底什么位置该养什么样的花才合适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今天总结一下家里常见的9个位置最适合养什么花。1. 家里的财位多为沙发或者电视旁边。一般家里的财位是进门斜对角并且朝南的位置，而这个位置一般在家里都是沙发或者是电视机的旁边。既然我们知道了财位，那么财位上养护的绿植就尤其重要，可以说一损俱损，一旺俱旺。但现实中很多人在财位上放的绿植都是错的，而自己还不自知，导致家里的气场乱七八糟，别说招财了，不损财就万幸了。然后再说说这个位置，除了有最重要的风水意义外，这里大多数情况都是散光的位置，所以在绿植的选择上，我们既要选择旺财镇宅的，也要选择喜欢散射光环境的，这样才能花旺人更旺，钱越花却越多。除此之外，因为这个位置靠近阳台，所以如果绿植的株型特别大的话，就会影响客厅的光线，光线不好，阴气则加重，久而久之，人住在里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或者人的健康出现一些问题。而满足这3个条件的植物或者花卉，花花推荐矮株发财树、水培铜钱草、盆栽幸福树这些寓意好的矮株植物。最后要强调一点，经常枯萎的、经常黄叶的花卉，常常都是衰败的景象，也会影响财运的向上，所以容易黄叶枯萎的花也尽量不要放在这里，比如盆栽的百合花就不推荐。说完家里最重要的位置外，再说一个对于家里来说招财没有什么大的帮助，但是却能阻挡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进入家里的位置。2. 进门的玄关。家里的玄关这个位置可太重要了，因为门口是气流聚集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方位风水为吉的话，家里的运势也会催得更旺。这个位置风水为凶的话，不但不能阻止不好的东西进入，还会带来不好的运势。而很多人往往都只盯着财位，而忽略了这个惹不起的位置。那么玄关这个位置放什么植物比较好呢？寓意好、颜色亮丽的植物就是这里的首选，比如发财树、金钱榕本身就是木质的植物，能量就强，然后寓意也很好，所以非常适合放玄关。关键是养护也不难，随着绿植越长越好，家里的运势自然也会越来越旺。正所谓花红人更红。生活中很多人会习惯把蝴蝶兰放在玄关处，这样一打开门，映入眼帘的就是美丽的花，确实让人心情很好，从风水角度来说也不错。但蝴蝶兰喜欢明亮的光线的位置，如果家里的玄关处是没有阳光的位置，那么要做好蝴蝶兰越长越差的心理准备。正因为玄关处气流交汇，所以枝条细而长的绿植放在玄关会容易折断、黄叶等，所以这类植物最好不要放在玄关。你对花花说的感兴趣的话，不妨关注并给花花一颗小红心鼓励。如果你的睡眠不太好的话，建议你看看第3条，因为这些花放进卧室能让你睡得香，一觉到天亮。3. 卧室。卧室里面其实不太建议养绿植，但如果想养的话，就一定要养在夜晚也能释放氧气的，能助眠安眠的才好。睡眠好是好身体的基础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特别是很多老人都有失眠、睡眠浅容易醒的困扰，如果再养一些夜晚出来和人争夺氧气的植物，长期下去，睡眠质量越来越不好，白天越来越没有精神，势必会影响身体健康。而在夜晚释放氧气的绿植不算多，常见的有仙人掌、蟹爪兰、薰衣草、芦荟和吊兰。而关于助眠安眠的绿植，花花曾经专门出过一期视频，有睡眠困扰的还请观看完整视频，一定能帮助到你。其实家里最适合养绿植的是阳台，那么是不是所有植物都适合放在阳台养护呢？下面为你揭晓答案。4. 阳台。说到阳台，就是家里养花的首选位置，除了修身养性外，还能为家里带来勃勃生机，让人心情美美的。
但因为房子布局的原因，有的房子阳台是朝阳的，光线好的，而有房子的阳台则光线一般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根据植物的特性来选择，投其所好，方得正果。但无论是哪一种阳台，都有一点要格外注意，否则花养一盆烂一盆，浪费精力浪费钱。这个关键点我稍后详细说明。先来说说几种典型的喜光的花，比如多肉植物，特别是多肉植物里面开花的长寿花，与其说它们喜欢光，不如说离开光就失去了养护的意义，因为没有光的多肉很快就会徒长，会让你看到短肥圆变成豆芽菜的过程。不仅会徒长，没有光照的多肉颜色也会丑出天际，它会让你见证又红又亮到又绿又暗的退化。养多肉本来就是要养的可爱的、精致的，结果都成了又细又绿的蔬菜一样，可不是失去了养护的意义吗？但多肉也不是唯一选择，挽莲、绣球、天竺葵、朱顶红、仙客来等喜光的植物都可以尽情养在阳台。有部分花友的家里阳台不是向阳的，而是光照不好的阳台，那这种阳台则大部分适合不开花的绿植，比如蕨类植物，比如人气不下的鹿角蕨，比如金麦石斛。这里要重点说说金麦石斛，它是耐阴的兰花的品种之一。首先它特殊在阴暗环境它也可以开花，另外它开花时有淡淡的幽香。除此之外，金麦石斛泡水喝还有滋阴补肾、养颜美容的功效，可以说一花三品，是北面阳台的必选品种。但无论是南面的阳台还是北面的阳台，在养护过程中格外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经常通风。花卉的虫害、烂根、黄叶烂叶、掉花苞等这些常见问题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通风不好，所以通风这个点一定要牢牢记住。介绍完阳台外，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书房呀、厨房呀，家里的院子里都适合养哪些植物。5. 书房。书房就要有书香之气，除此之外，有些植物放在书房有一定的风水作用，能让孩子学业进步或者子女步步高升。耳熟能详的有兰花，比如蕙兰、文心兰等等，再比如君子兰和文竹也适合放在书房里。还有最后一种就是富贵竹，在书房里面放上9支富贵竹，有功成名就的寓意。6. 厨房。其实厨房因为油烟较大，所以不适合养绿植，但是可以考虑养一些水培蔬菜，既能带来一丝绿色，还能繁殖一些蔬菜，方便应急的时候及时取用。比如水培的大蒜、洋葱、香菜、生菜、葱等。而水培这些蔬菜的方法也很简单，把这些菜的菜根留下来，放在装有水的容器上面，慢慢的就会长出绿绿的小嫩芽。但需要注意，就算根系接触水面，也不要进入太深，否则就会烂根。7. 卫生间。卫生间里面养花，主要考虑的是净化空气，去除异味。而大部分卫生间又几乎没有阳光，所以我们就要选一些净化能力出众的、还耐阴的植物，比如老生常谈的绿萝、吊兰，再比如万年青。上面介绍的这些，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家里都有。下面说说有院子的花友，在大门口或者院子里面要怎么养护，才能花旺家旺呢？8. 适合院门口养的花。院子的门口是一家的入口，代表着一个家的形象，也影响着进入家里的任何东西。所以院门口养花，一个是要大气，一个要有镇宅的作用。那些生命力强、枝叶大气、耐性好的花，就非常的适合院门口。观叶植物推荐：仙人掌、仙人柱、亮天尺、苏铁、龙舌兰、橡皮树、发财树、琴叶榕、虎皮兰等等。其中发财树、琴叶榕和虎皮兰冬季最低承受温度是10度，其他几种是5度。养护时要关注天气，注意保暖。如果想要院门口放一些开花植物的话，推荐开花多、颜色也艳丽、植株也会越长越大，而且平时也好养护的以下花卉：三角梅、桂花、夹竹桃、茶花、风车茉莉、丝兰、月季、金银花、瑞香、海棠、凌霄花、樱花、木绣球等。上面说的这些开花植物，除了三角梅低于10度需要保暖外，其他的开花植物低温只要不低于-10度，安全过冬都没有问题。9. 适合院子里养的花。院子内养花，第一要考虑自己的喜好，第二就是要从植物的阴阳学来考虑。
阴阳平衡，不但观感舒适，而且整个家里的气场也会聚集更多的能量。简单的来说，阳性的花卉要种植在阳光好的地方，这样花才长得好，才有足够的气场。常见的有多肉植物，除12卷类，木兰、紫荆、海棠、石榴树、樱桃、葡萄、桂花树、栀子、木槿、月季、朱顶红、向日葵、大丽花、铜钱草、九里香、长春花、喷雪花、虞美人、梵根、百合、挽莲等。有喜欢阳光的，也有不喜欢光照的，所以适合在院子里被阴处养护的花卉有兰花、蕨类、秋海棠、美人蕉、龟背竹、落心腹等等。通过今天的介绍，几乎把家里所有的位置都总结完了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留言，花花很爱你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